上，水果稻花香。8000里路云和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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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里路发出冠平安，8000小小雨歇，8000里路开望眼，8000仰天长啸，8000里路壮怀激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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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怀激把开战以来所有弹药消耗和补充情况统计出来，我要汇报给战区长官。是。近日战报一会儿送到我办公室，廖军长那里也给他送一份。是。你还活着？活着。一颗星，军参谋长肖向贤。喂。逃兵偷我的地瓜，吃我的面，张云贵，你胆够肥的呀！你也觉得我是逃兵啊？奉令撤退，奉令死守。淞沪战场上的我的每一步，才能有上峰名士。你在师部一清二楚。我离开白家宅，是去柳镇接应援军，可援军撤了。后来我们碰上日本人，他们把我包围了，打到弹尽粮绝，全军覆没，我怎么就成逃兵了呢？卢云啊，咱们两个呢是军校的同窗，共同征战了10年，交心了10年。我是什么人，你最清楚。别人可以错以为我是个逃兵，是个懦夫，你不可以。那你今天来干什么？日军现在南下北上，围攻徐州，我军肩负驰援重任，孙军长的生命安危，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找他。
那你找谁？找你，找我做什么？我得给我这6000兄弟讨回一个公道来。现在不是时候。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当你们给这6000死士扣上逃兵帽子的时候是时候了。吴参谋长，我想问你，换作是你的话，在死人堆里被人救出来，发现自己和这些兄弟们都已经成了千古罪人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还要等好时候吗？还要再找好时候吗？参谋长，文杰，咱们户警街不允许任何人进来。是。我要证据，证明在87旅失守之前，师部已经下了撤退的命令。我要你找到这个命令。不可能。为什么？害怕背叛自己的长官，但就不怕背叛自己的良心。张云奎，逝者已逝，生者当顾全大局。你跟我说这些，这些天我隐姓埋名的参加了川军，他们千里出川。你不知道地方军的装备有多少，你不知道他们脚上穿的是什么，大冬天的，脚底下是草鞋，没有棉服啊，穿的是单衣，饿了怎么办？没东西吃，每个人最多5发子弹，他们靠什么打这场仗？靠的就是良心和雇佣。再看看你，你这种精英挂着一颗星，穿着笔挺的军服，在这么暖的屋子里面，烤着炉子吃着烤地瓜，你真的相信能打赢这场战争吗？能吗？如果我们上战场的兄弟被说成是逃兵的话，你的良心还在吗？刘云啊，我干这些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心里边也相信的那样东西。云奎，我会替你保留那份出的命令，但是我现在不能给你。拿出来。老刘，医生说最多活不过1年，或者说是做不出虚守战场。不过你放心，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有的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令部。你现在去武汉找你的老父亲，在那等我。我现在把他们支开，赶紧走。陆云，也许是误诊了，在武汉等你。你这是破庙，跟你的气质一点都不搭。停，75。哦，不错。行，那明天来报道吧。谢谢，谢谢您。下一位。那坐吧。
怎么不做？抱歉，我不会。哦，那打算盘会吧？不会。做过秘书吗？没有。有孩子吗？有。但是我会英文，可以翻译。我记账也不错的。下一位。请。我上大学的时候，诗歌就登过报了。不好意思。下一位。我上中学的时候参加过演讲比赛，我是第1名的。你坐那儿吧。先生，其他人要我可以做清扫，我可以洗衣服，我还做过鸭血粉汤。先生，我可以学。我可以学打字，真的。我向来学东西都是很快的。我也可以75个字，85我也可以，我可以的，我可以做到，你相信我。你觉得呢？这位太太，我们店打烊了。请问，你们店里有没有一位姓孟的师傅？姓孟？孟万福？是。我还是那句话，把房子抢回来，收上房租，你根本不用出去工作。本来我还指望在上海的故旧，但没想到，要么找不着人。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也是吞吞吐吐，自顾不暇。我真不知道，原来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这么难。哎，这是我们老家的鸡蛋茶，去心火的，拿筷子嚼嚼，里边有糖。好喝吗？香。我这2天一直在做噩梦，总是梦见那个母亲和她的4个儿子，然后被吓得一身冷汗。醒过来以后，看着睡在自己身边的月明，又后怕出一身冷汗。是，再惨也惨不过那天了。所以说，现在这些苦算得了什么呀？咱不灰心啊！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你们旅长还没找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不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吗？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这就对喽。哎呀，你给小月的信寄出去了吗？寄出去了。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啊？是不是很可爱又很温柔？温柔？我们家小月啊，这辈子她想认识温柔，可是温柔不认识她。她呀，虎得很。我记得有一次，于小姐，就是他们家主子，带她去那个什么灯，哦，摩灯，就是把那个电线插头发上，
然后一通电，滋儿，头发就变卷了。他跑回来给我看，给我气的，我说你这不就是鸡屁股头吗？我话还没说完，那通心掌啪啪啪就跟我后背打过来了，给我疼的呀。可是没一会儿，哎，他就心疼了，满世界去给我找欢油，然后给我擦药。就他给我擦药的时候吧，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以后不打我，不就不用给我治了吗？您猜他说什么？那不行，打也得打，治也得治。他居然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你说你们女人啊，是不是？死下！哼，虽然我们家小月啊手劲大，可是她手可巧了。我给你看个好东西。看，这是我们家小月自己绣的，这叫云遮月，绣的好吧？叫云追月啊？追月啊？追？哎，追月好，追比遮好，遮那不就挡上了吗？追好，追好，追好，云追月。我记得他给我这个的时候，在兵营里，一把就塞给我。当时还没发现，我就闻着它有我家小月身上那桂花头油的味道，可香了。结果我一打开，里边有35块8，是他这些年攒的所有的梯级钱。他真好。所以啊，我以后有钱了，我10倍、100倍、1000倍的还给他。这不行，这不是你要去武汉的路费吗？现在去武汉得坐飞机，我得攒到猴年马月去。这没啥，你身上连买米的钱都没了吧？太爷跟孩子不能饿着。现在就算有钱，也买不到米。米店都是定量供应的，我去排队了，就木板上面挖一个洞，排队的人在门外也看不见洞里是什么样子。我排了3个钟头，还没轮到我呢，店就挂板了。万福，今天来找你，不是来找你借钱的。你不是在饭店做厨子吗？我就想跟你们饭店借点米，不用多，有几天的量就行。回头我找到工作，一定把钱还你。夫人，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们店里也没有多少米，而且我们那掌柜的精得很，他算得可清楚了，他恨不得每天都在米缸里住着。这也不怪他，最近全租界都缺米。我听说呀，是日本人把供应上海的米全部划成了军米区，现在租界只能靠外国米。可是运外国米的船嘛，又让日本人拦在江上不让进来，所以这租界的米只能越来越少，越来越贵。要不这样，今天啊，我们掌柜的还在跟我说，他想明天去沪西或者是虹口搞点黑市米，我就跟他一块儿去，看能不能给你们也弄点。万福，你可千万别去啊！
那是日本人占的地方，很危险的。日本人就是故意的，他们想掐住租界当局的脖子，逼他们跟日本军方签下协议，方便他们在租界抓抗日分子。你这要是跑过去，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呢。那总不能饿着吧？那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所以啊，这好钢就得用到刃上。你拿着这个，心里踏实。谢谢你，万福，我一定还你。行。万福，我能把剩下的包子都带走吗？太能了呀！我给太爷还留了呢，等着啊，马上。哎呀，这些包子呀，太爷今天晚上吃了，明天早上啊，你们再腾一下，又是一顿。一会儿啊，我再给你拿个布袋子啊。谢谢。啥意思啊？包子钱，我买包子呀。去，不是你可真有意思，你拿着我借给你的钱，然后买我给你的包子。那该给的钱还是要给的，还有这个鸡蛋茶。夫人，厨子不偷，五谷不收，鱼有鱼路，虾有虾道，正常啊。不行，一码归一码，这是我的原则。哼，是，你们老张家都这一个原则。我丁玉娇的原则。啊，行，这样。这个就当是我借给你的包子钱，还有鸡蛋茶钱。一会儿你一走，我就拿着这钱入柜，行吗？够。回头我一起还给你。我等着。我帮你包下来啊。月似弯弯抹，朝夕似隔舟。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自各州。万福哥，这是咱们俩认识之后，我教你唱的第一首歌，今天唱给你听，你听到了吗？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当时万福哥就是这么葬的我娘的。行了，我不想再看你梳寡妇头了，哭也哭了，
分也上了，不要再用这种指枷锁束缚住思想，小月。你干嘛？我还要给万福哥守孝呢。小月，万福是抗日烈士，这只是一关中，只是一个念想。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用心去祭奠、去纪念，而不是外在形式。小月，时代变了，战争需要每个人站起来承担责任，女人也在内。从现在起，你不是谁的寡妇，也不是我的丫鬟，你就是你自己，韩小月。小姐，你什么意思？你不要我了？没有，傻丫头，你以前是我的丫鬟，以后你不是任何人的丫鬟，也不用依附于任何人。你说的我都有点糊涂了。我跟你说，丫鬟只是一份工作，你可以有独立的人格，有理想，有想法，这个才是真正的韩小月。我还是没听懂你说的什么意思。当护士，去救活每一个人。祖良，我决定了，带小月一起去参加护士培训班。就这么定了，小月。当家人有主见，又替人做主。你愿意去吗？小姐去我就跟着去，这算有独立想法吗？算吧。祖良，我是认真的，上次就是我没做好准备，这一回啊，你就把最苦和最累的活安排给我跟小月就可以。这一次不比上一次轻松，而且要比上一次更苦更累，你能行吗？有上回的前车之鉴，我肯定会做得更好的。别忘了你晕血，总不可能晕第二回吧？万福哥，我会好好的。小姐，等等我。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抗战，我们就什么收获都没有了吗？我们的回答是不。去年12月31日，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大学发表了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演讲。在这个演讲当中，周恩来同志提到，这个抗战使我们中华民族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宝贵经验以及教训。这个抗战是神圣的，因为通过这个抗战，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矗立起来了，而且坚强的一致对外，在全民族的统一的意志之下，抗日的自由也可以有。但是和日本人相比，我们完全没有准备，主观上也有缺陷，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我们的确是失利了，但是这个失利便能决定中日战争最后的胜负吗？不，不！直到现在，全民动员还没有切实的好好干起来。所以决定胜负的时候，是在我们长期抗战中的最后1分钟啊！就像周恩来同志倡导的那样。广大的青年们，你们不光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的威望，更要在未来担负起建国的责任啊！到军队中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奉行民主，抵抗日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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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龚大哥，龚大哥，小周，他们都说你走了，龚大哥。这不回来了吗？龚大哥，尤排长他们呢？早上尤排长和连长吵起来了。为什么？为了被俘的事情，现在饭都没得吃。他们说去西北军的被俘库借点。哪是借呀？知道被俘库在哪儿吗？知道。带我去。好。干什么呢？哎，我抓的这只鸡啊！对，快，帮帮忙啊！帮帮忙！来，搭把手！来，搭把手！这鸡呀！要巧！不要搅，辛苦你了。哎，快！我的天，他们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哎呀，太好了！哎，吃的，给我2口吃，别浪费啊！又香又脆，我要是弄反了。这好家伙！快过来！哎，这好家伙！拿来这个，光你啊，还是往你干啥呀？回去路上不方便，每人拿杆枪得了。小白，把那个拿来。真好，给我！快走！快走！哎，你怎么来了？把枪放下。放下干啥呀？你不想活了？这不算借了行不行？借什么借？放下！给我！把拿枪全放下，快点！别空手！快点走！走啊！别空手！别空手了！走！哎呦！抓也不住啊！快走！走！误会啊！把枪都放下！把枪放下！枪放下！放下！大家都放下吧！大爹，回来了。哦，您这次现在大有精进，笔耕不辍。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字字入我心啊，真好。只可惜是没有宣纸，只能在报纸上涂鸦了。哎，您要的报纸。您看这报纸上写的，李宗仁亲率10万健儿在泗水部。好啊！李宗仁任第5战区最高司令长官，鲁南局势形势大好，群情振奋呐！不是，我是觉得吧，为什么呀？这是他们大街上塞给我的传单，我看看。
不打日本鬼子，将来难过日子。好啊，人心不死。好。好啊，我有些不同的意见。这有什么好的呀？口水爱国，口号爱国，有什么意思呀？虚了吧唧的，根本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那学生娃也能喊口号，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有什么用吗？哎，大爹，咱们这种不舍得抛公债的，那是真正的爱国。非也，谬矣，没有格局，完全没有了我们张家的风范。来，你坐下，你听我给你讲一讲。你看啊，这些字都是学生娃娃们写的，字迹潦草，没有章法，更没有法度。但是我通过这张纸看到了他们的心，这是民心。人心齐，泰山移，驱除日寇，正是此心，团结一心，无忧也啊！对呀，你这么年轻，整天想的就是股票、生意呀、债券呀。不是大爹，大敌当前，林奇呀，我不指望你像云奎一样战死沙场，但是你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可不要蝇营狗苟的呀，晓得吧？晓得。不是，听见了吗？大爷训斥张云奇呢，给他骂成袜子了。哎，你别跟我说那些，你过来教教我，这3片菜叶子还能怎么做出花来呀？切丝，切块，哎，先腌一下好不好？这玩意儿能做出什么花来啊？你又没有油，你又没有肉，那乾隆皇帝来了也没辙呀。再说你这早上吃大白菜，中午吃大白菜，晚上大白菜，明天早上还是大白菜，你都快吃成兔子了你。兔子怎么了？就算吃成油葫芦也得吃啊。哼，哎呀，人得活，饭得吃，哎，一顿不吃大米饭，就饿得慌。哎，你上哪儿能懂你啊？闷着。哎，算了。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跟包子把租界的铁丝网搅了一个洞，钻到南市去了。好不容易跑到日本人的米店买着的米，可悬了，回来还碰到小鬼子搜身，还摸我。不，我能让他摸上？对，没让人把命摸走，算你命大了。我就跟你说让你别去嘛，那日本人的地方。那怎么办？那总不能饿死我吧？啊，人总得吃饭的吧？我跟你说，这个米呀，可金贵了，9死1生换来的。今天你就给太爷做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我去听听那娃子怎么挨骂的。回来，啊，淘米。哦，没米就没米，钻什么铁丝网啊？哎，行，不钻了，我下次再看见铁丝网，我直接趟过去。再遇到小鬼子搜我的身，我直接踹他，还敢摸他奶奶个腿儿，我踹不死他。太爷，吃饭了啊！你快看看今天吃什么。
太爷，您看，哟，大米，哎，这可是稀罕物啊！嘿嘿嘿嘿。玉娇和月明呢？啊，月明吃饱了，夫人就下来了。好，那让云奇两口子也下来一块儿吧。叫他们两口子干嘛呀？您放心吧啊，他们吃的可好了啊。快尝尝。行吗？还是米饭好吃。那肯定。哪儿来的？买的呀。买的？黑市。好贵哦。不贵，一点都不贵。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我们饭馆的包子钻洞去南市买的。那个洞可小了，差点还把我衣服划破了。我们回来的时候还遇到日本兵盘查，真没查出我们有米来。你知道我放哪儿了吗？看没？放裤管里了，1粒米都没漏。哦，太爷你放心啊，这个米我淘了3遍，干净的很，放心吃啊。是南市。南市，日本人的米店。啊，现在全上海就那儿的米便宜。这米也能吃？这米怎么了？你刚不还说好吃吗？渴不饮盗泉水，热不吸恶木阴。你吃了这日本店里的米，你们就是心甘情愿的当日本人的顺民。哎呦，太爷，你以为我愿意去钻那个洞啊？你以为我愿意去日本人的米店买米啊？那还不是因为咱没钱呢。走。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饥饿且死。哎呦，你又说些我听不懂的。中华的仁人志士，保节守志，宁愿去首阳山采薇菜吃，也不食周朝的米，以死明志。